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4年9月21日，证券时报发布了一则重磅新闻，前华人首富币安公司创始人赵长鹏即将出狱。随后美国联邦监狱局的网站上也做出了更新，上面显示的出狱日期定在9月29日。赵长鹏呢已经被转移到位于长岛的 RRM， 全称是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也就是咱们经常在美剧里头听到的中途之家，距离重返自由只有一步之遥了。尽管说呢，从4月30号被判入狱到出狱，也就是体验了几个月的监狱生活而已，但比起失去的人身自由赵长鹏的钱包遭受的打击更大。光说那 43.16 亿美元的罚款就足以养活世界上很多的穷国小国了。而那些在他手里头进行虚拟币投资的散户们，估计在听说他被判坐牢之后更是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估计是恨死了他，但是呢又把他真死了。可是对于很多币圈的圈外人来说，估计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是一脸懵啥？华人首富赵长鹏？我咋没听说过这号人呢？ Hey, this is the richest guy in the world from crypto, and you don't even know him. Hi, my name is CZ. He made over $60 billion? 追根溯源，这个华人首富的说法来源于著名的福布斯杂志在2021年9月的一篇文章，里面呢分析了当时正在高速发展的虚拟币产业，其中就提到了币安作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创立人赵长鹏的身家估计高达941亿美元，哪怕是放在全球10大富豪榜上，这个数字也仅次于排名第6，拥有960亿财富的巴菲特。说他是拳打李嘉诚，脚踢刘强东，一点都不过分。不过有意思的是，仅仅隔了不到3个月，福布斯就正式发布了年度富豪榜单。这次排在第7位的变成了甲骨文公司的董事长艾里森，华人首富呢变成了农夫山泉的钟闪闪，身家689亿，排名第13。赵长鹏别说前10了，前200都没看到他的影子。那为什么同一本杂志在给了赵长鹏短暂的首富体验卡之后，就直接把他踢出局了呢？原因大概率是因为他的财富中有 95% 都是一个虚拟币的形式存在的，而虚拟币如过山车一般它的那个涨幅跌幅简直可以说是一天穷一天富，连亏3天披麻布而在福布斯的年底财产统计中主要采取固定资产、投资、股票等这些有公认价值的数据来佐证的。而赵长鹏名下的这个币安公司呢又没上市，市场价值也无法统计。如果根据其他区块链企业的市值来进行估值的话，那这个水分又实在是太大了，没法服众嘛，所以干脆就把它给排除在外了。而在不到3年后赵长鹏认罪入狱，缴纳的那40多亿罚款却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简直是分分钟从首富变首富。相比于他财产数字上的大起大伏呢，其实他这个人本身也是戏剧感直接拉满，从一夜暴富的学霸到被全球通缉的金融诈骗犯，名下的公司还被多个国家扫地出门，被人戏称为是流浪地球。最雷人的是他在被捕后一妻一妾还为他写信求情，把他说成是一个蒙冤入狱的风流才子。不过更多的人则认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赵长鹏呢就是中间那只螳螂，吃别人的和被吃掉都是命中注定的事儿。下面就让我们来讲讲这个稍纵即逝的华人首富的故事。曾经在网上有个这么一个选择题，说如果有2个神奇的按钮， A 能让你保留所有的记忆回到20年前， B 获得1个亿，你会摁下哪一个？这个问题一出马上就引起了巨大的讨论热度。选 A 的和选 B 的都设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但是呢都无法说服对方，甚至还因此启发了编剧的脑洞。2019年一部叫《我在未来等你》的剧集在豆瓣上取得了 8.3 的高分。不过跟电影里头穿越回去是要追求真爱不同，现实中大家讨论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钱上。有不少网友都觉得如果能够回到20年前，把所有的财产都变现，然后等到2009年把所有的钱都买成比特币。想想比特币刚问世那会儿有大哥用1万比特币买了2块价值25美元的披萨，到现在您想想掐指一算翻了1000万倍不止
那在那个时候，我如果能来个 all in， 现在不是躺赢贝佐斯吊打马斯克吗？但是选 B 的人却觉得，您还是醒醒吧。你想啊，20年前，你还是一个10来岁的毛头小子呢。这个时候你跑去跟你父母说，让他们卖房卖车，把家里所有的钱啊，都换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啊，在他们看来根本是一文不值，跟网络里头的那个游戏币一样的东西，他们会是个什么反应啊？那99%的可能性是被爸妈两个来着一场混合双打，然后把你绑进戒网中心，让杨教授好好给你垫一垫。可是啊，也有不到那1%的天选之子，坚持 A 选项，豁出去了，孤注一掷，一把梭哈走向人生巅峰。赵长鹏就是这其中的一员。根据百度百科上的说法，赵长鹏出生于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今年47岁。10来岁的时候跟父母移民加拿大，后来取得了加拿大国籍。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后来他那个二老婆写给法官的求情信当中，称他为 CZ， 并且强调说这才是他的真名缩写。也就是说，赵长鹏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甚至他都有可能不姓赵。如果连名字都不是真的，那他的学历就很难辨别真伪了。根据他自己在 Twitter 上的介绍呢，他毕业于加拿大著名的麦吉尔大学的计算机系。读大学期间啊，由于经济窘迫，不仅在麦当劳里打过工，还在加油站里头上过夜班。也正是这段吃苦受穷的经历，让他激发了对钱的浓厚兴趣，多多益善的挣钱成为了他人生唯一的目标。1997年，赵长鹏进入了东京证券交易所做软件开发。之后的几年里，他又辗转了包括彭博社在内的多家大厂，干的呢也都是码农的活。直到2005年，他海归回到上海，成立了一家专门为券商开发高频交易系统的软件公司，才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如果事情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啊，他很可能是作为一个技术型的创业者，过上一个小富即安的生活。财富的上限取决于头上还能剩多少根头发，而事实证明，机会来了，那是10扇门都挡不住的。点化赵长鹏的这位高人名叫 Buterin， 是著名的加密货币以太坊的创始人。两人在一次拉斯维加斯的会议上一见如故，在对方的一番强烈推荐下，赵长鹏开始涉足币圈，投资了2家涉足区块链技术的公司，结果2个月后啊，就将投入整整的翻了5倍。出战告捷，赵长鹏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2014年年初，他卖掉了自己苦心经营近10年的公司以及上海的一套房，凑齐了100万美元，全部投在了比特币上。那个时候的比特币已经升值到了近1000美元一个，很多人都觉得这已经是他的天花板了。早期大佬们急于抛售变现，而赵长鹏则在这个时候下场，赌上了全部身家。在别人眼里啊，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或者干脆就是又傻又疯。也许唯一支持他的就是他的妻子杨伟清。在他后来写的那封求情信当中，他说和赵长鹏相识于1999年，2003年结婚，之后生了2个孩子。在赵长鹏卖掉了2人在上海的房子之后呢，杨伟清不得不带着孩子们住回了父母家里，承受着赌鬼老公发疯作死的巨大压力，默默在后面付出。而赵长鹏后面的故事简短概括呢，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位时间穿越者，那么他一定在2014年的赵长鹏耳边说了一句买他妈的比特币。如果还说了一句话，那就是忍住了，千万别抛。This white paper is only 9 pages long, but I knew this is the future for money. It was so much easier. When you first use social media, you just knew. And when I came across Bitcoin, I knew this is going to stay. 2014年的中旬呢，刚刚买进大量比特币的赵长鹏啊，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呢，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r. Gox， 也就是门头沟，因为没有及时更新操作系统，被黑客们攻破了安全系统的防线。因为害怕手里头的比特币被盗嘛，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疯狂抛售，一时间成交价就从1000美元跌到了450美元，赵长鹏的身家顿时遭到了腰斩，上海一套房变半套了。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跟风出手，反而用抵押贷款的方式继续逆风买，其癫狂程度啊，简直如同港片《大时代》中的丁蟹。结果啊，奇迹真的就在半年后发生了。比特币市场如同打不死的小强，在缓过来之后一路攀升，更是在2年后的2017年冲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万美元。
比当年赵长鹏买入的时候翻了20倍。于是又有人建议他应该见好就收，趁比特币的热度还在，赶紧变现跑路吧。可是呢，赵长鹏却依然固执己见，坚决不出手。2021年，在大量新投资的涌入下，比特币再度疯涨，突破了$65,000大关。当年赵长鹏的100万美元投资，直接变成了6500万。不过，单凭这6500万是无法给他冠以首富头衔的。他更多的财富呢，来源于他在2017年创立了一间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起名为币安，并且在1年后推出了自己的专属区块链虚拟币，起名为币安币，简称 BNB。其实有关虚拟货币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我们在之前那期疑似假死的加拿大币圈富豪的故事中就有过详细的解读。感兴趣的同学请移步过去补个课。简而言之呢，就是不管是比特币、以太币还是赵长鹏的 BNB， 这内核就跟在游戏里头爆一个稀有的极品装备差不多，要么可以凭借极好的运气，要么就必须要通过时间和大型的计算机显卡反复打怪才能得到。那既没运气又没有耐心或者硬件的玩家呢，就只能通过交易的方式来获取了。由于很多虚拟币都采取了设置开采数量的方式，所以就导致物以稀为贵，价格呢也一路水涨船高。赵长鹏当年孤注一掷买入的壮举就像是用一根筷子撬起了地球，一举成为了币圈里头神一般的人物。这也使得他的币安公司从一创建就吸引来了大量的客户，不到8个月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而他搞出来的那个 BNB更是在第一次发行中就融资了1500万美元，吸金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Were you shocked that it got so big? Yes, I was. Originally, when we started, I told my team, let's aim for like the world's top 10 exchange in 3 years. But we got there in 6 months, in the top 1. 有意思的是，根据澎湃新闻2021年的一篇报道，赵长鹏的客户中，除了事业有成、想要借数字货币这股东风起飞的青年人，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退休老头老太太，他们人数众多，见啥买啥，甭管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是门罗币、莱特币，或者干脆就是赵长鹏的 BNB， 只要是虚拟币，买就完事了。其狂热程度堪比30多年前在上交所门口排队买股票的盛况。这些压根不知道虚拟币为何物的大爷大妈们，把比特币看成是一个如同国库券一样只赚不赔的投资项目，而且呢回报率还是国库券的几百上千倍，那可不就是疯了一样的一窝蜂抢购吗？甚至还有退休金不多的、囊中羞涩的，手头钱还不够买一个比特币的，干脆在网上搞起了拼团，几个广场舞舞伴或者是麻将搭子一起出资，升值了呢大家平分。只能说一直以私密性、保密性为卖点的数字货币，一到中国就被大爷大妈们玩出了新特色。但是就跟先前说的那样，比特币的涨跌幅度堪比过山车别说是和国库券比风险，就是跟股票比，那都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上。不少老人跟风入场，但是又不懂操作，一看下跌就慌乱的赶紧抛售，也因此赔进了自己的养老金棺材本。也难怪有人把虚拟币和电信诈骗以及微商直播间并排列为老年人钱包3大杀手。能让新潮前卫的虚拟币下沉到菜市场，币安公司的另一个联合创始人，号称币圈第一美女的何一功不可没。这个80后的姑娘出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偏僻农村，高中还没毕业就外出打工，站过柜台，卖过保险，一个月只能赚几百块，跟当年在麦当劳打工的赵长鹏一样苦逼。而她的优势是长相漂亮且能说会道，于是呢2012年被电视台的一个编导看上，成为了一个主持人，先后主持过几档旅游类的外景节目，也算是在圈内混了个小小的脸熟。2014年，也就是赵长鹏正式狂买比特币的时候，为了拉动中国的比特币市场，他曾经联系过一批小明星、小网红，要他们在春节期间在网上帮忙发个比特币红包。当然了，这其实就是个噱头，里面是不可能真的放比特币的，而是一个以比特币1%的价格换算成人民币的红包。而何一呢，刚好就被拉来做了这么一波营销。春节过后赵长鹏和另外几个币圈的投资人一起组了个饭局，答谢这些帮助他们发红包的人，还这个人情嘛。结果呢，何一和赵长鹏在酒局上是相谈甚欢，在赵长鹏的说服下，何一也一头扎进了币圈。
不过那个时候的赵长鹏啊，还在疯狂的对赌自己手里的比特币会大涨，无心创业。所以呢，何一先是进另一家名叫 OKCoin 的公司做市场营销，短短1个月之后就做上了副总裁，上升速度可谓是坐上了光速飞船啊。之后啊，他又上了一档名叫《非你莫属》的电视台求职节目，招聘是假，主要还是给自己立一个女强人的人设，外加给公司做点宣传。币圈第一美女的名号呢，也就因此打响，俨然一个有钱有事业有颜值的三有小富婆。2017年，赵长鹏创立币安公司，果断邀请何一作为联合创始人，而他也很快就抛出了第一波营销，美女总裁豪掷100万人民币，全部买入 BNB。然后啊，他开始在网上开直播，每天跟网友们晒自己这笔投资的收益，让所有人都见识到 BNB 从人民币5毛钱一个一路狂涨到20块。直播间的网友们就这么目睹了一个小目标的诞生啊！惊呼币圈奇迹的同时，也同样跟风疯狂买入 BNB， 对美女的投资眼光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在何一这个营销高手的推动下，币安在2017年12月一举冲上了全球交易量第1的宝座，交易额超过了30亿美金。在这样的辉煌下，虚拟币市场疯狂扩张的弊病也显现了出来，垃圾币横行，一茬一茬的割着怀揣发财梦的韭菜。面对这么一个行业乱象，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等多家机构联合起来，重拳出击，宣布停止一切代币的发行和融资活动。尽管赵长鹏口口声声地说，币安主要的盈利模式呢是来自于收取客户交易的手续费，但是叫停 BNB 的发行，无异于给他的公司来了一记断子绝孙脚啊！于是呢，他宣布公司会在之后的几个月内逐渐停止在中国的服务，转战海外市场。说白了，就是要提桶跑路了。不过呢，比起那些一声不吭，连卫生纸都不留下一卷的老总来说呢，赵长鹏还是比较良心的。他宣布会对持有 BNB 的中国投资者做一轮补偿，以当时的市场价收购他们手中的 BNB 虚拟币。这时啊，由于连续多日的暴跌， BNB 的价格已经从20元一路跌到了4块钱。虽然说比最开始的5毛啊还是高了不少，但是对于那些高价才入场的币圈玩家来说，那依然是亏到心痛啊。尽管币安公司发出声明说这次的回收 BNB 不是强制的，全凭客户自愿，但是面对手里的 BNB 随时可能跌成一文不值，那绝大多数持有者还是忍痛抛出。因为不至于颗粒无收，所以啊，哪怕是被割了韭菜，他们却依然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感谢着镰刀。不过啊，这里面可不包括那个一手把 BNB 带火的币圈美女何一。她在2021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自己出于对 BNB 的深厚感情以及对赵长鹏的信心，当年买下的那180万枚 BNB 愣是一直捏在手里，到现在啊，每个已经价值270美金，她也摇身成为了身家4.86亿美金的真富婆。不过她也表示，这些还不是她的全部资产呢，他手里头还有不方便透露数目的其他虚拟币，以及作为币安公司的第2大股东，他的手里啊股份也有超过10亿美元，以至于他都不关心自己作为高管每年那几十万的年薪了，轻描淡写的说那就是个零花钱而已。而且他还不忘强调说，钱并不重要，一个人越是为了钱而努力，最后他往往赚不到足够多的钱，简直就是把女霸总的人设拉满了。我在想说，我自己可能本身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就长得也不是很好看，家庭背景也不是很好，然后教育背景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可能我和别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说你做了正确的决定，选了正确的行业，选了正确的合作伙伴，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能够非常专注的日复一日的把所有的执行做到最大化，就接近100分。可是呢，还是有不少人对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的乡下姑娘到10亿币圈一姐的励志故事表示了怀疑，尤其是他和赵长鹏之间的关系。尽管对外口径一致的说是合作创业伙伴，左膀右臂，但是有关他就是赵长鹏2房姨太太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赵长鹏抛下妻儿，却和何一一起流浪地球。前面咱们说了，赵长鹏已婚，妻子同样是一个高学历的海归，殷实的娘家也给赵长鹏的起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赵长鹏通过比特币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在美国买下了一栋豪宅，让老婆和孩子们都住了过去。
他自己呢，却很少在美国露面。尽管和老婆一直维持着婚姻关系，却在过去的6、7年时间里聚少离多。根据币安网站上一篇赵长鹏自己的传记文章啊，他在2017年关闭了中国总部之后呢，带着何一在内的几个亲信去了日本，结果却因为纳税额度不够，没有办法租用大型的写字楼，那找来找去，只能租了一间位于厕所旁边的办公室。每天工作不仅是为到提神醒脑，还和马桶冲水的声音时时相伴。可即使是这样，币安公司每天的交易额依然以千万为单位，只等日本金融厅批下牌照，东山再起是指日可待。结果没想到，硬扛了3个月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纸禁令。无奈之下，他只能再辗转到别的国家去，结果却发现这世界很大，却容不下一个他的币安。不仅是英国、美国、新加坡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相继对虚拟币交易说不，就连乌干达、马耳他这种芝麻小国都不待见他。但是啊，那些开门见山直接 say no 的都还算好的。很多时候这些小国首脑一开始要跟他签备忘录，支持他设置办事处，目的其实是把这头肥羊先骗过来。一旦目的达到了，就会发布禁令、罚款、取缔，一气呵成。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啊，赵长鹏在全球10多个国家尝试建立公司，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扫地出门，被币圈戏称为流浪地球啊。而最要命的是，这种被人赶来赶去的困局似乎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虚拟币从诞生起就带有原罪。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法律层面来说，虚拟币的买卖双方不需要身份证明，无需信用记录，交易门槛极低。由于不受监管，就很容易成为洗钱和走私的最佳介质。不管是军火、违禁品还是人口贩卖，都可以用虚拟币来进行交易啊。就像之前我们讲过那个道长公子绑架案，这绑匪都与时俱进的要求用比特币来交赎金。说白了就是正经人谁用虚拟币来结账啊？而从金融上来说呢，这虚拟币本质上就是炒作和投机，一夜暴富和倾家荡产就是币圈玩家的2大归宿，而后者明显是占了大多数。币安作为一个收高额佣金的交易平台，很难不被看作是助纣为虐。赵长鹏就这样各处碰壁，眼看着就连流浪地球都玩不下去的时候啊，他终于决定破釜沉舟，打出了最后一张底牌，去中心化。既然所有的国家都拒绝让他建立总部，那干脆不要总部了。他宣布手下的员工全部回家，居家办公，一切业务咱们全靠线上沟通。也就是说，不仅是货币是虚拟的，他这整个公司啊都彻底走向了虚拟化，没有实体，没有办公室，连一块线下的招牌都看不到。但是在线上，他却拥有着一个能够和贝佐斯和马斯克比肩的超级财富帝国。甚至到了后来，赵长鹏在 Twitter 上随口一句话就能决定某款虚拟币的生死。比如啊，他就曾经和马斯克对线，说马斯克力推的那狗狗币啊就是垃圾，大家千万别买。结果这个 Twitter 发出去20分钟后，狗狗币就应声大跌，连马斯克动用超能力都救不回来。他之所以形式感如此高调，主要也是因为拿捏住了币安公司本身没有实体，就好比是刘慈欣在小说《球状闪电》里头提到的那量子形态啊，如果观察者始终慢半拍，那你就永远看不到。都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如果找不着这个螳螂，那么黄雀也只能干瞪眼啊。可是呢，他还是低估了美国这只黄雀的巨大实力，以及非要吃他这只螳螂的决心。2023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币安公司和赵长鹏提出洗钱、无证汇款以及违反对伊朗制裁令等多项指控。而在同年6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又对赵长鹏追加了另外13项金融交易违规的指控，双管齐下， FBI 正式对赵长鹏发出了通缉令。结果赵长鹏并没有因此到处逃窜、亡命天涯，反而是在 Twitter 上发了简短的只有一个数字4的 Twitter， 还配上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比出了4根手指。下面跟推的内行人分析说啊，在加密货币的这圈子里啊，4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拒绝怀疑、假新闻以及舆论攻击。换句话来说呢，这就是对着美国司法部啪啪比出了4根中指啊，可谓是伤害性不高，但是侮辱性极强。不过赵长鹏早在决定对币安去中心化的时候，就一直在隐藏自己的行踪了。哪怕是强大如 FBI 国际刑警找了几个月，都没法找出他到底藏在世界上哪个角落。
证券交易委员会那边呢，则是高价请来了一堆私家侦探，一顿操作，愣是连他一根头发都没找着，连法律文件都无法递交，最后无奈的只能去找币安公司的代理律师进行转交。这样猫捉老鼠似的躲了小半年，赵长鹏也不装了，摊牌说自己就在阿联酋。他之所以敢这么自曝啊，也是因为阿联酋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如果他愿意在那儿活个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可以。可很快啊，他就意识到，就算他有想当赖昌星的心，也没他那个命啊。2023年下半年，美国司法部对他的罪名就累积到了数十条，其中最狠的是涉及进行了和恐怖主义融资有关的交易。这下呀，他直接升级成了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帮凶，连 CIA 都出手了。一旦被扣上这个帽子，那有没有引渡协议就是形同虚设。想当年本拉登都能从阿富汗的绝密地堡中被拉出来打成个筛子，你一个躲在阿联酋的赵长鹏，搞不好明儿一开门，这门口就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海豹突击队呀。况且他知道自己有软肋在对方手上，老婆和2个孩子还在美国呢。虽说美国的法律祸不及家人，但如果真是触发了国税局前往查税，那也够让他们娘仨喝一壶的。而事到如今啊，他也终于主动承认，那个币圈第一美女何一是自己的生活伴侣。这些年呢，不仅跟他流浪地球，还给他生了2个儿子，目前身怀6甲，正要迎来第3个宝宝。作为币安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以及2把手，如果自己出事，何一大概率是逃不过牢狱之灾的。那么3个幼子将会同时失去父亲和母亲。想到这儿，赵长鹏也只能选择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于是呢，他派出律师代表自己前往美国进行谈判，诉求非常简单，我认罪，我认罚，不管是数据还是钱，只要我给得起，你要多少有多少。他之所以如此大方的选择舍财免灾啊，其实也是看到了另一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始人 Sam Bankman 的前车之鉴啊。那位大哥呢，自持曾经作为民主党的大金主，捐款超过1000万，就以为有了单书铁券护体，在联邦法院正面硬刚，结果呢被重判了25年监禁。在倾家荡产和老底儿坐穿之间，赵长鹏选择了前者。眼看他如此上道，甘心自曝金币，美国方面呢也没怎么为难他，先是开出了2笔41亿和1.5亿的罚款，以及1.75亿美元的保释金。赵长鹏还需要主动辞去币安 CEO 一职，并且把手中客户的交易明细交给美国司法部，并且还要开放系统和后台给这个监管部门。而作为对这一系列不平等屈辱条约的交换呢，检方承诺只会要求他对几项轻罪进行量刑，上限也不会超过12到18个月，而且在正式发布判决前，允许他在阿联酋的家中进行等候。老美还非常贴心的提出他以后服刑呢也会在轻度戒备的监狱中进行，什么花臂大哥啊、金牙老嫂子都不存在的主打一个狱友们的温良恭俭让。那你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赵长鹏也深知自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于是在2023年11月21日，在律师的陪同下，就来到了美国自首。按照之前讲好的认罪、辞职、罚款一气呵成，这是美国历史上涉及企业高管刑事指控的最大和解协议。赵长鹏相当于是在付出了1/4个刘强东的罚款之后，给自己买了个轻判。可是事情却没有到此结束。按照之前的协议，他的下一步应该就是回到阿联酋的家中等待判决了。结果呢，在11月24日，马上要登机前，这美国法院发出了紧急令，搜走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看到这个情形赵长鹏和他律师心中一紧，看来美国方面是要反悔了。大概率是尝到了那40多亿美元罚款的甜头，觉得他这钱就像海绵里的水，再用力挤挤还是有。毕竟这么一个会爆金币的大肥羊，可不就是一直爆一直爽吗？之后的走向呢，还真就如他们所料。美国司法部律师透露，因为本案情节比先前预期的还要恶劣，所以呢，赵长鹏的量刑应该对比 FTX 的老总，就算是他认罪态度良好，至少应该打个对折，10年起跳。看到即使是沦为提款机也逃不掉老底坐穿，赵长鹏也终于放手一搏，不仅给法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还找到了政界商界的各个大佬，一共写了161封求情信，并且把内容一一公布到网上。其中最受瞩目的还是他的妻子和二姨娘何一的信了。
两个女人都说他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恳请法官高抬贵手，别让孩子失去父亲，家里头失去个顶梁柱。只能说，谁会想到在2024年居然还能出现一妻一妾联手救夫的事儿啊？这要放到古代，那可得在村口立上2个大大的牌坊。一边是法律，一边是人情，这让赵长鹏的量刑成了开盲盒。不仅是他自己在等待宣判的时候手脚止不住的颤抖，脸色苍白如坐针毡，连在场的记者、媒体什么的也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结果出乎意料的一幕又出现了，赵长鹏被美国西雅图联邦法院判刑仅4个月。会生金蛋的鹅终于逃脱了被做成烧鹅的命运。有网友说了，赵长鹏之前那张比了个4的照片原来是应验在这上面，罚款40亿，判刑4个月呀！赵长鹏实在是一个被首富耽搁了的神算子，几个月前就能预知自己的命运。而听到宣判的这个大好消息呢，赵长鹏长舒了一口气，之后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各方对他的支持，尤其是妻子和生活伴侣的不离不弃。从此呢，他将会从币圈的江湖中彻底隐退，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将会是教书育人。随着赵长鹏的认罪入狱，他的传奇人生应该也会因此画上一个小小的休止符。不管是2个月的华人首富体验卡，还是流浪地球看尽人间繁华冷暖，或者是一妻一妾5个孩子，才是他最后的资本。他这前半生的47年可谓是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只是如同《红楼梦》里说的那样，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而赵长鹏的经历也说明了，除了命运的洪流无法抵挡之外，哪怕是贵为首富，也难以抵挡国家机器的力量。感谢收看 M2档案，咱们下期再见。